情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我们接下来呢，就让我们共同认识一下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，来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。恋爱靠吸引，婚姻呢需知足。大家好，我是张瑞，努力做好大家的爱情保安。大家好，我是莎娜。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一个大格局的人，不卑微，不祈求。大家好，我是雷鸣，192这号段好，要就爱，对爱情要勇敢。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，遇见爱情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3组嘉宾，欢迎他们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，刘先生42岁，来自北京，职员；王女士42岁，来自北京，职员。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怎么评价你们的感情状态？我们俩现在就像合租的室友，家里边感觉只有我一个人。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，各做各的事情。这个家谁的付出要多一些？为了跟他好好过，我连孩子都不要了，我付出的够大了吧？当然是我付出的多，所有家务都是我干。他永远都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不能像他一样做一只井底之蛙。这短片当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点啊，这男生说，为了他我连孩子都不要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年轻的时候嘛，为了双方事业嘛，所以这个事儿呢就一拖再拖，一拖再拖。完了也想着呢，双方呢没有孩子，当时也是说二人世界更加甜蜜一点。结果到现在呢，各忙各的，反而两个人的感情呢越来越疏远。那我冒昧的问一下，就是到今天为止，您2位还有要孩子这个打算吗？我老公可能还有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我的身体不见得能满足这个心愿了。因为我也看到身边人嘛，包括在孕前准备啊，然后各种各样的针呀、寻医问药啊，那个艰辛可能是我现在就已经打退堂鼓的。那这个算是你们现在的一个矛盾吗？算是一个吧。是这样，就是我跟我老公属于是那种网友奔现。10几年前我们就是在线下一见面就好了，2年左右谈恋爱，然后我们俩就决定结婚了。但是刚结婚，他的亲戚就开始话里话外的跟我们说，你们也不小了，这个年岁要个孩子，然后对父母也是一种孝顺。而且最主要是亲戚说完话之后，他会传到我公公婆婆那边，我公公婆婆也开始加入了这个阵营。我们在过年回去的时候，针对我就说，你们2个那么大岁数了，我当时心想我怎么大岁数了？那会儿还不到35岁，然后说要个孩子，以后我跟你爸还能有体力给你们俩看。我是属于相对来说不太喜欢一件事儿反复的去解释，所以后来这个事情我就有怼回去，爸妈。其实是这样的，确实应该要孩子，但现在是条件我可能觉得还欠缺一些，我们也想再奔奔事业。谈过1、2次之后，我公公婆婆是不跟我说了，但是我老公每次回家都是带我的，到那儿以后，我老公开始不带我回家了，避免矛盾。我带着你去了，他要催我拦不住，他一催完了你就不乐意，那怎么避免矛盾啊？那不去岂不是更大的矛盾？而且都在一个城市。对啊。但那我就主动邀请呗，可以不去我婆婆家，得去我妈家吧。我爸妈对我老公跟儿子一样好，然后10次邀请去2次，没有必要跑那么勤吧。他那边的父母年龄也比较大了，你要去了之后呢，又伺候你吃，又伺候你喝。我觉得老人吧，还是保持一个他那个生活状态比较好。我觉得如果我跟我婆婆公公的关系，以及我老公跟我们家的关系到这种少走动甚至说微走动的情况下，我就会联想到，如果我们俩有孩子，我的孩子公公婆婆会真的帮我带吗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可能是因为没有孩子，关系才会这样疏远？所以我又用第2个方式，想验证我不要孩子这件事儿是不是对的。就是我们俩前2年养了只猫，那猫呢是我主动拿回家的。你养猫是什么目的呢？就是为了测试它，看看我们俩自己是不是能有这个教育观上的一致性，因为生物也是有灵性的呀。如果一个猫能养好了，我们的责任心在孩子上其实也能体现一部分。然后那个猫呢，养了不到2个月开始就已经无法无天了，可以半夜随便上床，
然后如果那个猫上床踩了我，我应激反应打一下那猫，它就跳起来，然后抱着那猫去打我。我跟它永远是以猫为战争，就是我想管那猫，它就一定不让我管。我老公经常出差，我在家看那猫的时候，那猫就很听话，该饮食正常，减肥，不进屋都是可以的。只要它一回来，那猫见着它之后，立马就变回原来的样子。人对于宠物基本上是没有要求的，人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是有要求的。你要求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学习要努力，见到长辈要懂礼貌，这我都特理解。你要求这个猫，按时作息，按你的要求吃饭，就是你对猫都有要求啊。因为我是这样的啊，我看起来好像很独立，但是我从小就是父母溺爱，就是溺爱到什么份儿上呢？我吃葡萄，我妈要把籽儿给我挑出去。我爸爸在我已经是30岁的时候，还在帮我洗袜子。我是这种家庭出来的。你现在吃葡萄，你妈还帮你挑籽儿？只要我们俩回家，就是给他擦鞋呀什么什么。然后，但是上大学之后毕业那会儿，我就觉得，如果我一直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很舒服啊，真的很舒服。我觉得跟我们家猫没什么区别，跟小孩也一样，很喜欢这种环境，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社会是我妈吗？社会是我爸吗？将来我上班的时候，我领导会这么对我吗？所以我不希望我将来孩子也走这条路，因为我反抗了很多年，包括我结婚的前2年，我不回家，我妈就哭。最后也是被我调整到现在，父母能自己过自己的生活了。但是很艰辛的。小时候溺爱孩子，我认为正常，但是一个人一旦养成了他那个惯性思维之后，他不可能说孩子10几岁之后，父亲突然不溺爱了，我不信。你问过你老公吗？他将来如果有个孩子，养育方式是溺爱的吗？他连养只乌龟、养只鱼都是这样的。那你们现在关系越来越疏离，除了就说俩人在家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沟通，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感觉两个人越来越疏离呢？有啊，像现在都很少一起出门。如果是去超市买个东西，是吧？去菜市场买个菜，那以及出去办点什么事儿，现在都很难两个人一同前往。不一起出门的原因是他嫌我磨蹭，嫌我慢，然后就会从开始嫌弃我开始一直说。哎，那个至于吗？8点钟都开始起床了，怎么9点钟还洗澡呢？哎，你能洗快点吗？不洗澡不能出门吗？头必须得梳吗？啊，这妆就得化吗？咱不就去个超市吗？就不停。这超市离您家多远？超市不远，但是我确实是比较在意这出去的形象。超市是要化妆的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从超市离开之后，我觉得一个人就可以把东西拎回去，那我就可以直接去办公、去谈客户等等去会友。要不然每天在家你对着我，我对着你，大眼瞪着小眼，他又挑我。迟到，你们同事、你们这客户人的怎么说你啊？哎，这个事儿我就理解不了。我老公对我的迟到介意到已经到发指的地步。但是真的迟到吗？真的迟到，但是我迟到5个小时，我别的朋友都等我呀。他也跟我这么说，我的朋友都不嫌弃我，你嫌弃我什么？我说那是因为人家跟你有工作关系。大哥，您别说了，我知道您那地位了。您就看啊，我化好了妆你等着，我出门你跟着，我到了超市你去提溜着。超市逛完了，我美美的走了，你把东西提溜回家去。这个行业在重庆叫棒棒。从这儿到那商场，您买什么东西，50公斤以内，我给您挑回家放门口。这么好呢？这一路您给30块钱，您看行吗？真的？北京有吗？这是在重庆。可是老师，棒棒能骂我吗？能说我吗？来，咱们看看朋友都怎么评价你迟到这件事儿。叶儿这次已经是很 OK 了，才晚10分钟，已经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了，够给面子了。你看上面大家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最大的腕儿都是最晚来的，姐腕儿多大呀？就是这话你们看着觉得是有一点儿贬损的意思吗？肯定是有的，这是正话反说，肯定是有的。你是甲方啊还是乙方啊？甲方一直都是甲方。所以嘛，谁敢说您不字儿啊？你的饭局多吗？每天基本。那你老公想见你，是不是得预约呀？你是不是就这点特别嫌弃我？老觉得对，经常的因为他回来得晚嘛，到家就是10点11点了，到了家
以后呢，1-2个小时都不进屋。因为我们家我老公不做家务，进了门之后开始洗衣服，然后把他留在水池的碗要洗掉，然后要擦地，经常是会做到凌晨1-2点。就是你跟你老公基本上一天是见不着面的，白天一上班，然后晚上回来他睡觉了，您做家务，你们2个人哪有交流的时间呀？您出去，比如说跟朋友聚会什么之类的，你有没有想过说我带着我老公一起去？这个就是我一直也跟他说，我的社交圈对他来说基本都是透明的。我说那我是不是也应该进入你的社交圈里边？最起码有的时候忙的时候，我找你找不着，那我通过你的朋友打电话也能找到你。现在有的时候他不接电话，我根本就联系不到他。他的社交圈透明是因为万年不换朋友，然后呢，而且我从来没有主动说进入他的社交圈，都是他每次强行让我去。我觉得作为尊重，怎么都得露个面吧。说实话，我觉得吧，他这个社交圈说话又比较随意，完了。说话又没有分寸，相互之间的特指他和异性。对，尤其是经常晚上打电话很亲密，我以为是女的呢，后来之后发现，是个男的。我就亲密到什么程度呢？哎，亲密到那大家看看吧。宝贝儿，上次我跟你说的3哥那个事儿，你得上点心，啊，尽快帮我去问一问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放心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我一定上心，放心吧啊。这只是放出来的，还有一些可能说的相对之间更亲密的话。就是我很亲密的一些男闺蜜啊，他们就会你有好多很亲密的男闺蜜。会。你会把自己的工作而且都长得像您边上这位帅哥这样的，就那种类型的。你真是，哎呀，这说话都帮不了你。好家伙，你的男闺蜜都是5阿哥是吗？不是这样，在我的世界里，除了我老公是异性，我觉得对于我其他的合作伙伴都是同性，没有性别。你老公刚才还说到一个细节，我觉得这个必须得问你。他说他经常联系不到你，就是可能当时未必能接到电话，或者是及时回复，但是事后看见一定会回。前几天有一次嘛，就是他说能早下班回来，让我做点饭，晚上好一起吃饭嘛，不是？我这下班回来忙活半天。等了大概2个小时吧，这人也没回来，打电话呢也不接，发微信也不回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，好不容易接通了的嘛，又给我挂了。到了很晚才回的家。老刘啊，甲方发话，今天晚上要跟你吃顿饭，你不得麻溜的做，好好的等着，等2个小时，你有什么意见？那么多个乙方，等他都等习惯了。老师，您冤枉我了。我觉得在这里头我是乙方，因为当时是疯狂夺命抠之后。是啊，这就是他做的不专业的地方嘛。然后晚上的时候，我又回去哄他，真是带了夜宵回去哄他。回去之后，所以都哄你了，你还不赶紧接受？一盏灯都没留。甲方哄你了，你应该立刻无条件的原谅。进门一盏灯都没留，然后呢，我把夜宵放在冰箱里之后，我就到卧室去哄他，关着灯。一句话没说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在他没醒的时候我就走了。走之前我又跟他说：“老公，我把那个早饭给你做好了。”一个做饭的甲方啊。然后我走的时候就一个字儿，你们夫妻2个人已经生疏到把日常家务当作道歉手段了。谁把猫收拾好重要吗？是。谁做早饭重要吗？这些都是理所应当的。我觉得是到最后变成我都给你做了早饭，你居然只给我一声我都把猫照顾好，你居然胆敢还不原谅我。所以人家一直说自己是甲方嘛，这甲方做这些事儿，您不是刚才也说了吗？这能是甲方做的事儿吗？就是来吧，咱们说一说，今天您2位来到我们节目，希望调解的是什么问题？如果说有一个孩子，我觉得啊，可能有一些。懂了，您就一句话，要个孩子，对吧？来，女士，您的目的呢？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没什么问题，只要他能稍微多理解一点，我就 OK 了。哎，我真的还想多问一句啊，这个先生，这要没这孩子，你们这日子以后怎么过？那希望他把时间能够更多的放归到家庭这边，陪您多一点。对。所以男生的诉求其实生不生孩子，他都很爱这个女人。你要给我多一点爱，给我这个家庭多一点爱，有没有孩子我都能接受。您2位的问题说的也差不多了，咱们听听他们怎么看您2位的问题，好不好？就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这个大哥他的心情，就是我刚才听的我都要哭了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感觉对方没有太关心自己。我觉得2个人还是要互相理解，
慢慢的一步步把事儿给解决好。就比如那个女方的，她说我有很多男闺蜜，还叫她宝贝儿，这一点我是真的忍受不了。接下来呢，咱们就听听我们情感疗愈团大家是什么意见。别说有孩子，就现在没孩子，你们俩的矛盾都这么大。女生就是一直在忙自己的工作即生活，男生呢就是在家里一直等着，等到最后烦了不等了。你有很多的客户，你能把客户变成朋友，你却把自己老公变成了陌生人。你认为生活当中什么最重要？我压根就不认为你曾经想要过孩子，都是在逃避，都是在找借口。你就想让自己生活过得如你小时候被自己的父母呵护那样，你可以任性，你的朋友都惯着你，但你的老公计较，因为他和你在一起他是要找幸福的，而不是找一个甲方的，知道吗？所以在爱这件事情上，你必须得付出。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只有事业，这句话对于您而言，对于我而言也是一样的，因为我们两个可能是同样性格，我也是事业为重的一个人，但是我更多的我希望能够顾及到我自己的生活，因为人生不只有事业，还有一点就是一个边界感，人与人的相处是有边界感的，包括甚至于跟父母也是要有边界感的，有些话也是不能讲的，所以这个边界感我觉得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反而你把这个边界感更多的是给到了老公，这点我是非常非常不认同的。经常有人会问女性一个问题，说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？事业和家庭就是平衡不了的，那我在这边做的多，这边一定会牺牲。可是关键是，你是不是觉得事业给你带来了更多的乐趣，忽略了家人，然后家人的感受没有那么的重要？像我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少，我们内心会有愧疚，我们会想办法用其他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时间更多的弥补。但是你是在于我内心毫无愧疚，我也从来没有觉得不合适，这就是最大的问题。那你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还爱这个男人吗？我还想跟他过下去吗？如果您想过，您还爱这个男人，您就必须要做出改变。但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这样的状态我很满意，我乐在其中，我也无所谓的顾及他的感受，或者说我顾及不到，我心里没有就是没有，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大家最好说清楚，不必拖累另外一个人。你们俩第一个对现实不满，对婚姻状态不满，但是又在彼此懒于做任何改变的情况下，任由自己的婚姻朝着一片灰暗日复一日的前进。再有个10年20年，就真剩大眼瞪小眼，用不了10年20年。你们二位谁想做改变，咱们举个手呗。都想做改变是吧？老刘想做改变特简单，从做家务开始，继续保持你以前就是跟着逛超市提溜回来，就是棒棒该做得做，家政服务员该做得做，没事呢就得哄着。然后这位呢，就是您能就是别起早贪黑的，你就不能按时上下班，回家做饭的时候帮个忙插个手，你们俩真谈不上孩子的事儿。就是你那样改变就这个，没别的。这是一个从小被宠溺惯坏的女生，所以你们的婚姻关系当中，我担心的是你，不是她。你不就喜欢别人宠着你吗？都说燕儿姐你真能干，你看我们都托你的福赚到了钱。你喜欢被人娇宠的感觉，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呀？这个男人不宠你了呀，他不再给你那份溺爱了呀，你回家感受不到这份无限的对你的喜爱了。所以男士，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这个女生在这10几年婚姻当中，你觉得她没有成长，没有给到你家庭的温暖和爱，没有给到你足够的关注，你可以真诚的跟她说，你可以真诚的去经营，你也没有好好经营。你让她感受到回家你给她的温暖是让她最放心的吗？你也没有啊，你连家务活都不干。所以我觉得你也没有努力，你们都在放纵自己的感受，谁也不去经营。男士你真诚一点，希望得到什么告诉他，孩子解决不了问题，真心去爱这个女人，才能有幸福的婚姻。接下来时间留给2位啊，你们坐在那儿好好想一想。来，有请我们的王先生和严女士。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，王先生31岁，来自河北；严女士27岁，来自湖南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
你最受不了对方哪个缺点？懒得要死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说的就是他。他就是木头疙瘩成精了，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。你觉得你们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？最大的困难那就是永远不消停，太作了。我1对3带2娃，整天受累还不讨好。如果你是他，你首先要做什么？最起码是孝敬父母，尊老爱幼嘛。先帮我把公公婆婆搞定，给我撑腰。来，姑娘，怎么了？你跟公婆之间的矛盾有这么大吗？就我俩吧，本来就是经过熟人介绍的嘛。我第一眼看到他，我是觉得他这个挺斯文、挺实在、挺老实这么一个人啊，我就放心大胆的跟他去交往了。没多久我们就登记领证结婚了嘛，对吧？一开始公婆都还挺照顾我，后面时间一长呢，感觉他们就是处处针对我。我生的是个女儿，坐月子的时候，他妈就在那里说，生女儿的都是没良心的。我就觉得，就同样是个女人，就为什么这话能从她嘴巴里面说出来，嫉妒心也挺强。就见不得他儿子呢对别人好，微信上老是跟他说我坏话嘛。就有一次被我听见了，就趁他睡着，我就去看了手机，一看我就气得我都想打人了。咱们来看一下，以后你不要给他1分钱，打花钱没有流水，有多少用多少。就他妈说的话，你以后不要给他1分钱。那不是我以前给你的钱，我还多给你了，对吧？他还在家里点外卖，不让我们看见死女人。他这样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为什么我妈就是不待见他？她带孩子，孩子在那儿开着门让他出去玩，玩了丢了，然后我们自己去找。哎，完事儿他还在那儿睡觉。孩子多大？ 4、5岁。第一次是因为什么？他玩手机累了，然后我那个大女儿啊，她是想出去玩，到她爷爷那儿，她就跟我大女儿说一句什么话？哎，去你爷爷那儿吧，我不管，赶紧走。我家离我爸工作的地方很远，大概有7、8公里啊，7、8公里，那没办法，我女儿出去了以后，一下丢了，她也不急不忙的给我打电话，我就说洋洋，回来吧，孩子丢了。稍等一下，我问问，真的吗？是有这个事情啊？你就让你4、5岁的小孩子自己去找爷爷，7、8公里的距离是吗？就那天嘛，我就比较生气，我那女儿是太调皮了，我又弄不住她，然后我还要带个小的，然后就让她自己下去玩了。她就跟她爷爷奶奶关系好一点嘛，她就自己就去找她爷爷去了。真的就是你是让她下去玩，还是你让她自己去找爷爷？我只是让她下去玩，最后她是在她爷爷那里找到的。他就觉得我是让他去找爷爷，就这个意思。你不担心有坏人给他带走吗？就觉得我那小区好像挺安全的。那你不担心来一个车什么的给他碰一下子吗？自行车也不行啊。我就觉得人家开车肯定会注意一点呢。我的天哪！你把自己亲生女儿的安全寄托在所有司机的职业道德上。我等一下，趁他这儿说一句，他就叫小孩下去，差点都被车撞死。就是我们下边那个商店那个老板赶紧给我妈打电话，赶紧呀，快点来！你那小孩差点被撞死，幸亏没出事。还有孩子丢一次，因为什么丢嘞？他就在不止丢了1次呀，孩子。对，他天天散养扔在楼下，能不丢吗？丢了几次呀？一共丢了3、4次。这孩子现在还在家里面健康成长，这是个奇迹啊！都是大女儿的身上发生的事儿是吗？对，小的还不会跑不掉。小的这差点被车撞了，你知道吗？小的怎么差点被车撞了呢？就是他也是放羊吗？就说那个下边有个超市的老板认识我们家里。那是小的那是小的。来，当妈妈的你解释2句啊！本来我带孩子我就累，我就喜欢玩手机，就完了之后呢，我就躺那歇了。你以后就是你会警醒一根弦儿，就我下次再不会这样，我也不敢了。就经过这几次，我就不会这样子。3次了。那你为什么这么累？在家忙什么？就平时刷剧啊，然后。刷剧就网购啊，网购。女生，你都做成这样了，你婆婆还没当面骂你个死女人，只是跟儿子唠叨了一下，我觉得对你够可以了。婆婆很有修养。我要是对，早拼了，我跟你。我拼了跟你，我跟你说。然后我妈说他就还朝我妈吐口水。有一次他就是在家里带孩子，又不想带。让我爸去带，我爸也累了一天了，然后他嘞又要求我妈带，我爸就不乐意吗？我爸跟我说，然后我就让他带了，他就骂我，我上班回来他就是这样。不是你指的这个是我推他爹了吗？对，然后我妈就上去说了他2句，然后他就在旁边噗用你管，然后就推搡我妈一下。
你怎么这么没家教啊？本来就不喜欢他父母嘛。老人是现在还在工作是吗？对。然后你没有工作在家，然后你需要老人要帮你照看孩子。家里面一堆事呢。一堆什么事儿？永远都搞不完的卫生。还有刷剧。对，有的看到就一直想就知道后续。但是那你的父母对这件事情有过评价吗？女生？我自己父母就骂我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父母就这样子说我。哎呦，骂得太好了，说得对。他在妻子方面，就是在你们这个小家里面，这个角色怎么样？基本上没有，都是我自己亲自给他炒菜让他吃。哎，不是，我想听一句啊，刚才人说了，我一天都有搞不完的卫生，这事儿是不是有？反正就是围着这个家转嘛。不是，咱得说清楚了啊！刚才你回答我的问题可是说我要做不完的卫生，当然有刷剧。来，我就问你，你的家务都做什么？拖地啊，还有洗衣服啊，就小孩子玩的。洗衣服这个事情我又比较讲究，我说小孩子的衣服，就是外套要机洗，就贴身衣服我还是给他手洗的。好，炒菜就让他给我炒一下。那中午吃什么吗？白天你吃什么？中午吃什么吗？就点外卖嘛，就孩子也点外卖吃。是啊，跟我们一起这样子。你不给孩子做辅食吗？复杂了就不想弄了。所以你不会做饭的是吗？对。所以就1岁半的孩子已经开始给你吃外卖了，对吧？对。这2件事完了之后还有什么？就我喜欢一些那种小盆栽嘛，就给他浇点水啊，就家里面叠叠被子啊，就做这种事情。所以那问问，如果离婚的话，你要老大还是要老二？我嘛，我劝你都别要了，不是问问他为孩子考虑。我想要一个。不是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你，你为孩子考虑，能不能都留给爷爷奶奶或者他爹？这个的话，这么一说，我就觉得就。还是会愿意的吧？哎，行嘞，我今儿兄弟，我不是为你啊，真的，我真不是为你，我今儿算是完成了一件在我心里这是最重的任务，功德圆满了啊！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女士现在是一点收入都没有的是吗？差不多吧。所以就是基本上家庭的开销都是由男士来挣的，对吧？对。所以您对财务的规划怎么样啊？就是我举个例啊，他的朋友卖化妆品的，他就从他那儿拿个3、4千块钱的东西，放到过年也没用，放到过期。朋友关系还是要维系的嘛，就给我朋友捧了个场嘛。你一个月大概挣多少？他能花3、4千块钱去买化妆品呢？原先是一天大概能挣个300、400块钱吧。一天3、400，一个月也就1万块钱左右。对。一天300。养2个孩子，他花3、4千块钱去买化妆品。他都不是买化妆品的问题，他是买了个面子，他也不用。对，他也不用。不，孩子花多少钱？孩子啊，孩子就是，我奶粉不能挑便宜的吧？奶粉确实现在是喝的是便宜的呀。奶粉是最便宜的，尿不湿呢？他们肯定早就不用了。他没有，女儿就现在孩子也用的尿不湿。5岁还用尿不湿啊？也就是说，5岁的一个女孩子，5岁了没有学会自主的上卫生间。哎呦，太可怕了，我听不下去了，这感觉就不像真实的一样。你来吧，咱们说一下，你们2个人今天来这儿是要干嘛？女生，你是要离婚的是吗？对，想要离婚，我不喜欢别人骂我。你想离婚哈？别人骂你。好，来，先生您呢？其实我打心眼儿，我就是想离婚，就是怕他爸爸那边非得把孩子接过去，但是我孩子现在2岁，离婚的话他也是归女方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我们又耗着这个时间。知道吧？小儿子1岁多，对，刚2岁。所以说你有的东西要跟你说清楚、说明白，你知道吧？如果现在离婚，就等于把孩子送到火葬场了。来吧，曲老师。姑娘，你完全没有长大，你就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，这是你原生家庭的问题，你自己应该醒一醒了。你可能是倒计时，即使今天不分开，也是等孩子2岁之后，你的老公这样行动了。你们现在家庭环境其实很恶劣的，你现在面临的情况也很糟糕的。你先要让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人，有这样的意识，你知道什么是黑，什么是白，什么是责任，赶紧去觉醒吧。我希望今天我们聊完之后，你能有一点觉醒，否则等待你的一定是分开。家庭的关系应该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有孩子之后，首先，男人的眼中满眼都是妻子和孩子，而你跟孩子的眼中，满眼都是你的老公，是构架这样的一个关系，是一个循环的这种爱的这种概念。那这种最基本的都没有做到，其他东西我觉得可以不用谈了。所以严女士，就是你不要难过啊，就是你先学好怎么样去做一个成年的女性。你看这一番话把姑娘说哭了。我不想让她哭，但是我想让她知道，
我觉得他需要哭，就是他需要。我真的好多次是有一种窒息的感觉。当你身为一个母亲，你听到孩子能被丢3、4次，而且是在不同的2个孩子身上都发生了同样的事情，你是真的忍无可忍，忍不了。你想想，你的孩子，一个4岁、5岁，一个1岁半，当他们的眼睛里面没有妈妈的时候，他们才这么点儿。你试着现在蹲下，你看一看你周围的世界和人，都是大他几倍的。茫茫人海当中，没有一个他认识的人，那个孩子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恐惧和害怕？你的世界当中有追艺人，有追偶像，有追星，但他的世界里只有妈妈。所以当你不存在他的视野当中的时候，孩子的无助和担心和害怕，这可能会给他身心造成一辈子的影响。这个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预知的。咱们如果当不了一个合格的妈妈，咱们不要当一个恶毒的妈妈。我们的人生有不同的角色，各种各样的角色，我们不能保证每一个角色我们都能做好，但是最起码我们要做一个善良的人吧。如果你们来这儿是想离婚的话，现在理由我们都充分理解。第一件事呢，刚才宝妈呢答应我了，就是如果实在不成离婚的话，2个孩子的那个监护权交给孩子他爹。但是呢，现在因为小宝宝还不到2岁。如果2个人离婚以后，孩子的这个监护权需要一边一个的话，那问一下能不能把孩子交给外公外婆？外公外婆我是可以的，就你摇手摆手是什么？因为什么？我可以这样讲，我不知道因为什么，我感觉他们的家庭那个环境以及说各地的教养那方面，就是外公外婆不和睦是吗？对他们2个就是分开了，分开了以后呢，外公外婆分开了，他们那个就是他爸爸。行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就是这样啊，让一个孩子长大，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学会对自己爱的人负责任，这件事儿应该是父母教的，而且教这件事儿可能得花10好几年。但是您对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负起责任的话，这个可能我们也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，就是别人10几年都没有太教成功，我们也没法教，所以就是算了吧，就是把孩子交给孩子他亲爹吧。我还真的觉得啊，这老公从娶这个女人开始的那一天，或者想要娶她的时候，其实是很希望和她在一起幸福的。你老公挺好的，我觉得。但你的主要问题，我说一点，我感觉到你内心深处的东西啊，就这个女生，我觉得她和这个世界是没有链接的，她没有情感。我不知道是你原生家庭出了什么问题，你不懂爱，你也不知道怎么爱这个男人。我觉得你又可恨又可怜，你内心太封闭了，你太放弃自我了。咱们能不能醒醒啊？能不能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让你自己能够享受到情感，让和你已经结合的、跟你生了孩子的这个男人，他其实不愿意放弃的，是没办法。这么一个女人，谁能受得了啊？自己的孩子丢几回都那么麻木不仁。所以你要不改，不是婚姻的问题。你们俩离不离婚，我觉得对你现在这一刻根本都不是重要的事儿，而是你整个人生都是毁掉的。有点懵是吧？没事儿。我们刚才说那么多，我估计你一时半会儿没办法全部吸收。你待会儿坐那儿的时候，听别人的事儿的时候，你也想一想刚才我们跟您说的话。来，感谢2位，我们有请第3组情感嘉宾。本期第3对情感嘉宾，小凯，21岁，来自湖南，国企职工；小杰，21岁，来自湖南，化妆师。那么今天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的爱情遇到了什么问题？我感觉他一点也不重视我。可能是因为异地恋吧，彼此都没什么安全感。认为对方最让你失望的地方？他对我太冷漠，我们就像普通朋友一样。太多了，事儿多，敏感，还老是提分手。怎么才能改善你们的关系？别那么敏感，给彼此多点信任不好吗？我希望他能把重心多放一点在我身上。就是求关爱、求关注的，对吧？来说说吧。
就是我们刚开始认识是通过我的闺蜜介绍，然后我们就加了好友，不过经常没有联系。因为有一次我去张家界玩的时候呢，我就给她发信息说我要不我们见一面吧。然后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感觉挺有眼缘的，就挺喜欢她的。然后也是我主动表的白，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一直主动着，但到后面我就感觉我主动太多了，他都没有怎么关心过我。特别是毕业之后，我们2个人本来就是异地，我给他发信息呢，他也很少回，然后他也不分享，他也不报备，2个人隔那么远，我都不知道他在干嘛，而且经常说他没时间什么的，所以我都觉得他在那边又谈了一个女朋友。我是真的上班，我真的没时间啊。有时候我就是忘记了给你发信息，你也要因为这个事儿来跟我吵，我觉得真的很累啊。你怎么会忘记给我发信息？你只谈了我这一个女朋友，你唯一的事情不就是给我发信息吗？你工作不可能24小时不看手机吧？你总有喝水的时间、上厕所的时间，你都可以给我发条信息，让我知道你在干嘛呀。每次都要这么说，但是我真的就是有时候忘记了。那你们就是工作完了，比如下班了，打电话聊聊天啊。我们下班打电话是打了，但是很快就挂了，没聊几分钟就要挂电话。他总是说他很忙，或者是他说他要打游戏啊，他要睡觉，他要去洗澡了、洗衣服什么的，到处都是事儿。只要一打电话，事儿就来了。所以他就没啥话跟你说呗，是这意思吧？对。就比如我们打60分钟电话嘛，然后可能前10分钟我们就聊会儿天，后面50分钟就他做他的事儿，我做我的事儿。关键打着电话也没什么意义，而且上班已经很累了。我想拿点时间打会儿球啊，看会儿电影啊，然后打会儿游戏啥的，我觉得都还可以啊。你们异地平均多长时间会见一次面呀？1-2个月才见一次。我每次说我去找他，他又说不方便；我让他过来找我呢，他又说没时间。然后有一次这一天正好休息了，然后我就过去找他，我偷偷的去的。然后我说我已经到了，他就能抽时间过来见我了。因为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。你平时说让你过来，你又不肯过来，我就觉得他不是在忙，是在和另外一个人谈恋爱。你现在这讲的，你过来找我，我现在过去了，就变成了我撒谎，说我有时间，但我不过去呢。我就是在怀疑，因为我去找他，他说不方便，让他过来找我，他又说没时间。我去了之后，他真的又有时间过来了，然后他说他是请假过来的。我说那平时我非常需要你的时候，我感觉很落寞的时候，你有时间为什么不过来？还有一次，我刚好接了一个去张家界出差的工作，我说让他过来陪我一下吧，而且他那天是休息的，我让他过来，他说他不愿意。你就说换谁心里不郁闷？我谁都不认识啊，我过去干嘛呀？而且你本来就没事，你就算不认识，你认识我就够了呀。而且我工作的时间1-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了，剩下的时间我都可以跟他交流。但是他就是不愿意过来，他就在说很累。还有当天我说我去找他，下午的时候就可以一起玩，晚上就一起吃饭嘛。结果等到晚上的时候，他突然说他要去应酬，和领导吃饭，吃到凌晨才回来。姑奶奶，那应酬真的推不掉哎！我身为一个职场新人，我跟他们说，哎，我今天女朋友生气了，我要先陪她，让我怎么开口怎么做人嘛。第2天早上一回去，他还跟我分手，然后每次要分手，我都是先主动低头，不管错没错，我先把自己态度摆正。我跟他分手，我讲话声音大点，他就会把这些事儿抛开，就会说你态度就不对，你讲话声音大。那我说分手就是为了气他，又不是真的想分。你是那种把分手挂在嘴上的姑娘吧？因为他对我不好呀。你们俩现在交往多长时间？1年多了啊！1年多，你提了多少次分手了？提了23、24，就是每个月就要分1-2次。哎呀，这谁受得了嘛？这提分手频率也太高了，真不是。那你们1年多见面了多少次啊？1年多天天提分手就越见越少呗。读书的时候嘛，基本上就会每周见一次，但是后面因为工作就隔得越来越远了，有时候1个月也难见的一次。姑娘，你觉得还有什么事儿让你觉得特委屈的？你接着都说。还有我出去玩的时候呢，当时我看他手机壁纸上面没有我的照片了，然后我就想把那个壁纸换回来嘛，我就打开他的相册，我就发现里面的照片全都删了，我不知道他是怕谁看见。我当时真的只是为了清内存啊，我清内存就删掉了，而且我又不只是删我们的，我手机上面是删完了，但是我相册上面我都上传的有他的照片，他就是不听，然后一下车之后就把他行李撂在那儿，然后我当时脚还疼呢，我就跛着脚，我连他人影都看不到，他跑到前面去了，我打电话他也不接。就为这件小事儿，然后我当时扛着他的箱子嘛，然后走那个楼梯，我都不知道，我当时就真的很心酸，我就很委屈。可是你的解释那么苍白，谁相信啊？谁愿意听啊？孩子，你觉得你这男朋友爱你吗？一点，就是不够重视我。不够重视你，对你就一点点爱。你刚才说1点是吗？对。然后，那你这时候应该干嘛？就是啊。你这时候应该追着他屁股后头。
你为什么不多爱我一点？我跟你理论上好好的辩论一下，从逻辑上因为什么所以什么，你应该多爱我一点。还有一个方向，我变得更好一点，让他更爱我，是吧？总是有3个方向。我为什么非要让他更爱我？因为我爱他。是你爱他吗？对啊，我刚开始就是我觉得原来因为你爱他，得了。你爱他什么呀？又不搭理你，就是感觉长得挺帅的。哦，长得帅。那小凯，你爱他吗？经过慢慢的相处之后，我发现他其实挺善良的，然后也挺可爱的。就是后面其实我也能感受到他爱我，就是比如有时候，喝奶茶呀、吃东西啊，他会把第一口给我。我其实挺想念他的好的。那我对你这么好，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啊？我还没对你好啊！你看都撒娇了。哪里看得出来？姑娘，你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？你有直接跟他说出来？比如说，我希望你改变。我希望他能多给我发一点信息，我平时闲下的时间给我多打电话，可以多交流一点啊。他答应我了，但是他做不到，而且他还给我写那些承诺书。那这是他自己写的吗？做出以下保证：1，注意自己的言辞和语气，不说脏话；2，宝生气了要哄，气跑了要追。不随便发脾气。3，两个人发生矛盾，先做出退让，不让宝带着情绪过夜，认真解决问题。4，控制打游戏的时间。5是不做任何损害我们感情的事。6是要多陪你，不因为忙而忽略你。哎，这不保证的很好啊？对呀。这是他自愿写的，还是你告诉他要写些什么？我告诉他要这么做，而且我觉得这些都是最基本的，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做得到的，而且写保证书都做不到，我觉得很卑微。你要求的写我能理解，就是你男朋友这事儿让你不忙，你得经常陪他，你做得到吗？就是想把时间放在自己身上。我平常喜欢打球嘛。那你为什么要写？你也说你不愿意做，因为我当时他让我写嘛，当时我能让他消气的办法就是写这个。所以你这个保证书就是应付他，对吗？是的。哎，你有没有因为这些点跟他提出来说咱俩分手吧？我做不到，你放了我吧。有，就是有一次嘛，他想见我，我们单位当时除了办公不让出去，但我还是偷偷溜出去找他了，被发现了，然后下了个处分。我当时也深思熟虑了很久，我好像因为感情嘛，因为谈恋爱，好像自己工作这方面都不太上心了，还受处分，再加上感觉他太情绪化了，而且事儿太多了，当时就跟他提了分手。你看啊，因为感情上的出现了一些纠葛，然后工作受处分，你觉得特别痛心吧？对。你觉得感情占你生活的多少？1半。您觉得感情占您生活的多少？80%。所以你们2位感情需求不匹配，所以你们2个继续恋爱下去，就是一方觉得永远不够，我处在一个感情上需求不得到满足的状态；另外一方面就觉得好烦好烦好烦呀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你怎么还没完没了？所以恋爱的时候找那感情需求跟自己匹配的。你说你天天担心他旁边有其他的女生，那他会不会担心你旁边也有别的男生陪你？有是有，但是我会拒绝。超级多。他们会问我说你什么东西，问我在干嘛吗？我说我男朋友要过来了，我先不和你说了。我说我就会这样委婉的拒绝。所以你介意他身边有这么多的追求者，你有做过什么吗？我觉得我就提升自己啊，我练肌肉、健身。你的意思是，当女朋友来找我的时候，不行，我很忙，我为了跟你在一起，我在锻炼肌肉，是吗？您2位这个今天各自说一下你们的诉求。我想要改变什么？我想要让我们的关系怎么样？我就希望他能多重视我一点，就是能让我在他生活中的占比要多一点。对。男生呢？我就希望他不要那么容易生气，这女人喜欢生气还对皮肤不好呢。只要你懂得挺多呀，这个常识嘛。然后我也很少生气，因为我觉得我心挺大的，一些小事儿我也不会跟他计较什么的。诉求都说完了，来吧，我们的过来的人给意见吧。我先问你们一个话题，你们有没有聊过？就是你们准备什么时间结束异地恋？就是以我们2个现在的恋爱状况的话，我觉得让我放弃1、2线城市的资源，去他3、4线的城市的话，是需要深思熟虑的。男生呢？我也不清楚嘛，因为我就是国企嘛，图一个稳定。然后，所以你们俩什么时候能在一个城市？你有想过吗？没想过。分了吧。如果说你们对于未来谁投奔谁这件事情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规划了，那现在认为这个规划时间快到了，我们需要再去证明我们在一起这个选择是对的话，你们再努力。
在各自我给你们一些建议怎么去修正。但是现在最核心的问题并没有谈到日程上，或者说有一方已经想退了，另外一方压根儿就没有想过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想过你们未来在一起的生活是什么样子。我认为你们赶紧分开吧，想清楚，别耽误彼此。特别干脆的让分手。我认为不要分开吧。哎呦，快讲讲，他们现在很需要这个。对，我觉得你们爱下去就是洒脱的爱，按你们自己的方式的爱。第一个方向就是学会一个人好好生活，然后同时学会两个人好好恋爱。你先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好了，你的根基打好了，然后再想两个人怎么样共同的接触，这是一个基本的课题。同时记住了，男生，我跟男生讲啊，这个女生是会接受你一切的浪漫的，那你要帮她写出该怎么样去浪漫。浪漫毕竟是爱情的一个地基嘛，所以这个东西不要丢。第二点呢，我认为是让爱从不断线，作为一个有效的一个沟通，相互之间的你们两个沟通的同时，尽量能够让对方感受到这一点，培养信任，然后建立安全感，树立你们的共同目标，好不好？都好好思考一下，给他一些空间，你给他一些空间，但我不希望你们分开，好好的爱下去。你看，女孩看上男孩的时候，满眼都是爱的，男生呢也是有爱的，但是男生不会表达。反正我要是跟一个男生在一起，一个男生跟我说：“哎呀，我太累了，没时间见你”的话，我就会转头走。就是因为我觉得，如果这个人他觉得见你是一件很疲惫的事情，他觉得他自己一个人更享受一个人的时间和一个人的休息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是那个多余的人，你是那个会抢他时间的人，对，你是那个在跟他争夺他享受生活的人，而你不在他享受生活的这个范围之内，那你觉得你是谁呢？多余的人。所以如果真的双方都很疲惫了，我们不要耽误彼此大好的青春，你们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做，对不对？就这样。就是如果有人觉得自己很忙，见我很累，我立刻就可以接受，那就不如不见了。这是被打击次数多了以后你说我的免疫力，你知道吗？有好多人都觉得见我烦，后来我就算了，慢慢我也试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这叫免疫力。对，但是朋友，人这女孩子，她人才多大岁数，人好不容易谈一次恋爱，她不适应，心酸酸的感觉。就是别那么严肃，别那么严肃。是这样啊。就是还没有做规划之前，好多事情呢就仅止于你爱我，我帮你，然后你来陪我了，你凭什么说累？你为什么要删咱们相片？我管你内存够不够。所以现在呢，就是纯粹的、纯的恋爱，纯的恋爱就好好体验美好，对吧？至于那些不美好的，你怎么老不来见我？1天等2天等10天8天等烦了就不等了，那个时候，哎，水到渠成就分手了。就其实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。这个男生其实他理性的，他为什么选择了一个稳定的所谓的这个铁饭碗的工作？他的生活，他的潜意识里是希望生活按部就班，一步一步往前走的，他是有规划的。但是你其实不在他能够决定的那个规划里。他决定不了你，所以有时候偏理性的男生啊，他可能自己就我很喜欢这个女孩，但我为什么就做不到他要求的？我使了全身的劲儿了，我确实也做不到，我很累。那抱歉，咱们分开吧。他自己还觉得挺委屈。实际上，你的内驱力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你看不到未来，你觉得没有办法把这样一个聪明、可爱、伶俐、那么多女人追的一个小姑娘，稳稳妥妥的接到我的城市，给她一个安稳的生活。所以你很多时候其实是在逃避。所以女生其实你一再的作呀闹呀，你也知道是未来，其实你也看不到，你又舍不得这个你喜欢的男生，我知道你真的喜欢他，现实也把你打败了。所以我倒是劝二位啊，活在当下吧，先做最美的自己。我发现几位老师特别婉转，不是。他们接下来，他们两个选择一起牵手还是他俩现在分不开，雷老师。不是，他们都没错，都没错，都可以。所以没关系啊，姑娘，先去做更好的自己。不用分开，也许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发现嘛。对，你别哭，万一回去之后，对面你这男朋友一拍脑袋不成，我跟领导请假去。也有可能。你怎么知道不行啊？不是，万一你听了徐老师的话，
哎呀，眼睛别老往那么远的城市看了，一看周边，哟，还挺蛮不错的，很多男生在哦。来，我们不着急，所以你慢慢成长嘛，先遇见自己，我的人生想要怎样的生活，我想活成更精彩的样子是什么？在这过程中，你们俩慢慢磨合，也许有一天磨合到一个好的结果，也许有一天发现现实确实让我们一对彼此有爱的人无法走在一起，那我们就一起纪念这段爱情，彼此祝福就好了，好不好？祝你们都成长快乐幸福。待会儿怎么选你们自己商量自己定哈，时间留给你们。同样，您4位也是，待会儿看你们的决定吧，好吧？来，时间交给你们，各自回到你们的转门后面，谢谢你们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一组求助嘉宾。来，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结果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祝福2位啊！夫来代表着女士是有所顿悟的，你想明白了什么？我觉得可能我在家里对我老公的投入，应该是我改变的，就是我想以后更多的去投入到家庭，照顾我的家、我的老公，甚至说对他的父母先转变。那如果从一件小事做起，你会从哪件事做起？早回家。这个老婆这180度大转变，您什么感想啊？那当然很高兴了。那我这边也需要改变，对吧？因为确实是2个家庭，2个人的嘛，双方都需要有付出。那可能以前我也是太专注于怎么去针对他，或者是用不妥当的方式想去。一件小事改变，您改变哪件事？先从做家务开始。哎，好嘞，祝福你们。接下来进入浪漫30秒。老公爱你，爱你。好，请亮灯。谢谢2位啊。祝他们幸福吧。接下来就到了第2对，这个咱们最纠结的这一对了啊。他们不知道会如何选择。他们俩一块儿出来也行，只要把孩子安排好，交给爷爷奶奶带。等孩子长大一些，认路了，也经个磕碰了，饿2顿也不至于有大事的时候再接回来。再找这妈妈就不能成长一下？你不觉得？不管分多少，我也觉得是离婚啊，这个妈都要承担起照顾孩子责任啊。就他得顿悟，他得上这一课。对，如果他要是不上这一课，他未来的人生是个大问题啊，对吧？什么能触动他的心？没错，什么能触动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觉得会出来吗？我觉得会出来，我觉得不可能出来。出不出来2可，安排好孩子。我觉得可能会出来。我们在揭晓结果之前呢，要提醒一下大家，您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、腾讯视频、搜狐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。来，我们一起揭晓答案。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我问一下，你俩这个出来是啥意思？能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吗？其实我的话，我就问他，他还想能继续吧？他说，还可以，到时候我能改，但是关键这个改字我就不知道他能不能改。哎，这是不是他第一次承诺说我要改？啊，对。来，快说说，你准备改什么？我一个要改我的懒，还要改要尊重他父母。那姑娘今天能不能这样？在我们这个节目的舞台上，通过我们的摄像机跟你的婆婆和公公正式的道个歉。爸爸妈妈，对不起，就以前是我对你们太凶了，就现在我知道错了，希望你们能原谅我。姑娘，我们都希望你好，因为知道你带孩子很辛苦不容易，但是既然承担了母亲的责任，我们就要担好这个责任。祝你们一切顺利。
好，请亮灯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回家聊聊。加油加油啊！接下来咱们看这个小情侣了这一对，哎，肯定出来。我也觉得应该出来。好，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结果啊！提醒大家，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呢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啊！记住，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，小心被骗。来，我们一起看第3对的结果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来，我们一起看第3对的结果，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啊？出来了，肯定出来。哎呀，我们还是很开心看到你们出来的，可爱的一对情侣。是不是他进去之前他先跟你说一声？对，他然后条件是什么？你赶紧出来吧。然后条件是他没说条件。他会做出改变的，然后多做主动，然后希望我们以后也能够一起快乐享受我们的恋爱生活，然后未来的事情我们未来再说。对，顺其自然。时间交给你们，进入浪漫30秒。祝你们恋爱甜甜蜜蜜，生活开开心心，好吧？好，谢谢了，再见。不管怎么样，爱情也好，婚姻也好，大家能够认真的生活，认真的对待每一份感情，这个是最重要的哈。爱情保卫战，我们下期再见。